欢迎大家来到环华10年，今天是2019年的2月24号，我旅行的第1059天。今天这个视频将讲述我一天的旅行日常。既然是旅行，我也难免免俗的跟着景点在跑。今天我就到了云南西双版纳的望天树景区。长时间的旅行生活，我对逛景区已经提不起多大兴趣了。到了这个景区门口后，我看了看简介，放了一次无人机，就完全不想进去参观了。当初选择来这里，其实是想去看看这里搭在树上的丛林吊桥。看完门票价格后，我彻底死心了。普通参观门票55块钱，包含丛林吊桥的套票要198。我觉得有点不值哈，因此没有进去参观。后面肯定有更有意思的东西在等着我，何必在这儿浪费时间？果然没开多久的车，我就看到一个全是傣族风格木头建筑的村庄。这是我第一次进这种村子，就像一个孩童一样，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。这个村子里的人呢，都很好相处，主动邀请我进去参观。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说的话我听不太懂，只能靠猜一部分意思。今年多大了？今年了啊，60多，60多了，60多，60多，盖了多少年了这房子？哦，20年多了吧？20多年了。20多年，到30了。快30年了。那这房子还挺好的嘛，30年了还挺好的。我和这个大姐聊了好一会儿，她正在弄的这种野菜，据她说是用来炖排骨的。汉族说什么汉族说什么？一路上看到好多这种煮排骨啊。望天树那边很多。就望天树那边很多啊。这里的人对我们这种外来人口真是毫无芥蒂，主动让我们上楼参观他的家。想看得去2楼过去看了嘛？可以去看一下吗？看嘛。这种传统的木房子冬暖夏凉，唯一的缺点就是怕火怕水，因此他们现在都会在旁边盖一个水泥房，像卫生间什么的就只能弄在水泥房里了。脱贫备小康。他们这傣族的房子1楼呢，就是全部是拿来放东西、放杂物的了。现在原来可能是养一些牲畜啊，现在就是放小车、摩托车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。人呢就全部住2楼。这个房子盖起来的价格呢，刚才我们采访了一户啊，他们那个房子盖起来，他那个房子盖起来是花了14万左右。他说楼上没有吊顶，我们上去看了一下，楼上确实是比较还没吊顶啊。逛到寨子后面的小溪边，我看到一个阿姨正在捶打什么东西，走近一问，真是开了眼界，原来这是河里的青苔。每年3、4月份，傣族人会把青苔捞起来，经过反复的搓洗、捶打，去除杂质后做成美食。这一道工序是给它打碎吗，还是干嘛？打碎打干净嘛。打干净。把头去洗。还在水里面洗。我手碎了，洗不干净。活了那么久，还真不知道这玩意儿可以吃，真的很想留下来看看他怎么把青苔弄来吃的。我是一个脸皮很薄的人哈，也找不出什么理由留在这里看完整个过程。这个怎么吃？怎么吃？拿住了嘛？包烧。包起来。包起来，拿针。针？像蒸馒头、蒸包子那样蒸是吧？蒸。包起来蒸。云南这边就是什么水果都很多啊，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果子啊。我们看到这个果子，看着像能吃的样子。刚才问了一下刚刚打青苔那个阿姨，她叫我们摘一个来吃，叫我们尝一下啊。听说是可以吃啊，直接吃吧啊，这样子的。还可以，味道还可以，挺甜的酸甜。
啊，要命要命，酸死了！西双版纳是水果的天堂，这里的热带气候几乎什么都能种植。有人说，在这里你随便往地里扔点东西都能长出果实，因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是非常幸福的。这里没有饿死的人，只有懒死的人。不过这里也和我们内地的大部分农村一样，年轻人几乎都已外出工作，寻求更好的出路了。寨子里只剩下些老人和小孩。离开这个寨子，我们没走多远就来到一个水库边，我们最喜欢的野外生活部分又开始了。钓到没？啊？钓到了没有？看看啊！还没有啊！哦，钓了！啊，这是鱼钓啊！鱼钓没钓到吗？现在？没有啊。你们来多长时间了？1天了，15个小时。1天呢？你那4个鱼竿呢？你看。对对对，这个抛竿，我也这么。有渔网吗？我们也钓这种抛竿，嗯。哦，这个铃铛可以。这个铃铛可以。他们那个扎的帐篷呢，是准备在那边干长期了吗？长期钓了啊！扎的帐篷啊，睡在那里。你们是哪里的？是这附近的吗？蒙纳的。嗯。我县城的吗？县城跑到这里来。嗯。咱们不今天从那。这个地方钓鱼没人管。没人管，不要钱，就是。没人承包呢。随便钓啊。在这儿住个2天还是可以。没人承包就放了。啊，没人承包。嗯。这也是个水库嘛，哈。哎，你们晚上也在这里住吗？要回去。要回去。蒙纳开过来多长时间？你们开车？1个半小时。1个半小时。嗯。啊，1个半小时开过来钓鱼，没钓到有点亏啊。哎，忘了，亏这。我们准备把车从这里开上来啊！这个地方的话，看的还是有一点压力啊。这个路不是很好开。蓝牙。我们现在使用的是低速2驱系统。这个车呢本身有配一个低速4驱，但是低速4驱它只能用在这个脱困的时候，因为这个东西呢，它那个低速4驱的时候是没办法转向的，方向盘没办法打。房车因为很高很重，就没办法像我们这种越野车那样子在这种烂路上狂飙哈。我们只能用低速2驱，慢慢挪动开过去。哎呦，这里好像不平了，底下有草，还舒服一点。算了，就到底下来。拼了，到底下去，到河边。爽！
是要抹点油是吧才好看。今天压个排骨，哇，高压锅压。我们把车已经停到了这个水库边上哈，而且我们已经把这个今天晚上要吃的排骨汤已经炖上了哈。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没有人承包的一个水库啊，可以随意钓鱼。我们身后呢也有人在那边下网哈，下网的话证明这里面肯定是有鱼的。这会儿呢太阳已经快落山了，应该是5点多钟了啊。我们汤已经煲好了以后呢，我们车上呢也有2根甩竿哈。我们身后呢就有2个大叔在那边钓鱼。这会儿呢我们也把我们车上的2根抛竿拿下来抛下去啊，看一下能不能晚上钓2条鱼起来啊。那我来丢一下，我了，我给你，啊，什么时候收？明天早上，明天早上来收。我那个，我的，我的。就是钓鱼就是消磨时间啊。刚刚我们去后面走访了一下，他们都没钓到鱼啊，只钓到2条那种小小的鱼，他们都不要，直接扔掉了啊。所以他们在这儿白忙活了一下午啊。他说晚上可能机会大一点，我们晚上试试看啊。现在看看我们这个汤炖的怎么样了，汤还早啊，刚刚才煮开。朝哪里好？啊？最后去蛇。先拿起这个。好了，我们已经把2个鱼竿都已经抛下去了，我们的这个抄网也已经装上了。我得承认一点，我钓鱼不专业啊，因为我第2次钓鱼。上次买了个鱼竿就钓了1次，然后没钓到。今天呢，我们呢就再来，反正到了水库边上嘛，就把竿抛下去，钓不钓得到也无所谓。我们现在呢已经把排骨汤炖好了，现在先去吃晚饭。至于能不能吃得上鱼的话，就看天吧啊。坏了。你已经开始吃了啊？这是让你放在那个整排骨汤好喝吗？香的，香棒棒。大衣服还是怎么没有我的碗？也没有我的吃的，太过分了。因为你都已经吃过了。谁吃过了？